醒了，过来坐下。为什么要骗我？坐下。来，拿来，拿着。想不到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这么鲁莽，这么意气用事。你自己说说，今天要是把你爸爸杀了，那我们有关炸药的重要线索就断了，啊，省城就将遭受灭顶之灾，敌人的光复计划就将给我们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政权造成重大的伤害。廖志刚啊，你现在的身份，首先是军人，其次才是儿子。再说了，古今中外，亲子弑父，那也是违背天理人伦，是大逆不道的。那个恶魔曾经用枪杀死了我的母亲，我忘不了，我永远也忘不了。田叔叔，我向您保证，作为一名军人，从今往后我可以不碰他一根手指头，但是那个禽兽在我的心里早已经死了。那我也要告诉你，人伦之道，血脉相承，是谁也改变不了的。这个啊，有一点你必须要确认，廖一民他不仅仅是你的父亲，他还是我们破获712这个案件的重要砝码。所以我要告诉你，过去的痛苦不能让它影响你一辈子，更不允许报复，这是铁的命令。这个啊，有的时候啊，真相就像是一把刀，它不仅会伤了你自己，也会连累到别人。你不能因为冲动，让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。您说的这些我听不懂。报告。我再跟你们说一遍，特护病房除了医学专家和我之外，任何人都不许进来。如果再发生什么意外，你们就不要来找我了，直接去军法处吧。是。司令，我们抢回来的机组成员尸体经过解剖，没有发现所谓胶卷和任何有效线索。没有什么东西落在飞机上吗？我在凌云站是一块零件一块零件查找的，确实没发现什么。你确定所有的零件都找了，没有遗漏吗？这，崔凯啊，你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个飞行记录仪吗？属下记得。飞机坠毁的那天，晴空万里，飞机所经之处也没有共军的高射炮，这飞机突然的坠毁，你不觉得很蹊跷吗？如果不是1/1000的巧合，那这里边一定大有文章。光靠猜测无济于事。如果找不到这个飞行记录仪，我们就不知道真相，很容易被共军牵着鼻子走。司令果然深谋远虑，您这一番话算是点醒我这个梦中人了。
我想共军此刻一定在找这个飞行记录仪。这个记录仪到底在哪儿呢？他不在共军那儿吗？那会是在凌云寨。有道理，藏炸药的图纸也在凌云寨。我看这样吧，特派员这边的事情由我来安排，你继续跟杨飞虎周旋，并请相思豆配合，摸清飞行记录仪和藏炸药的图纸在什么地方。崔凯啊，我希望天亮之前看到你的行动计划。是，属下告退。这封密信的意思是，让罂粟不择手段从共军手里抢出特派员。来人，马上把他送到桃溪镇留队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志刚，你怎么了？那个特派员，他是你父亲。真是造化弄人。我想，任何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很难受。但我希望你坚强。我觉得我自己就像个木偶，在舞台上装哭装笑，为了取悦生活。可是曲终人散的时候呢，台底下没有一个观众，就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我站在黑黑的舞台上。我活了28年了，可是我觉得自己像活了100年那么苍老。认识你这么久了，突然发现你还像个孩子。我曾经觉得我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从我小的时候，有多少人在背后指着我骂，打死他，这个国民党狗崽子。于是我特别想从那个人的阴影中走出来。我在战场上可以不怕死，杀敌立功。就算我光荣了，我觉得我也比那样活着强。我靠着我自己，我得到了别人的承认。可是我真没想到，到了今天，我还是被命运捉弄了。你别这样。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命运，但我们可以反抗啊！无论痛苦也罢，幸福也罢，
你还是离我远点了。为什么？我怕我说出我的经历会吓死你，而且我也不是一个需要别人怜悯的人。你这个人就是太自傲，任何人都很难走进你的内心。如果在你5岁的时候，亲眼看到你的父亲开枪杀死了自己的母亲，你还会像现在一样活得阳光灿烂吗？太可怕了！决战旗帜时的战场，站起来！你现在头脑清醒吗？我命令你，看完之后把他烧掉。这封绝密文件让廖志刚十分震惊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有关自己父亲廖一民的内幕是这么曲折和残酷，而这一切又是这么的复杂和不可思议。田叔叔，这是真的吗？这是绝密，把它烧掉。是。弟兄们，咱们为了二当家这一次满载而归，为了咱们凌云寨又多了这么多好的弟兄，来，咱们干了这一碗！干！谢谢大当家。倒上，倒上，来。王慧兄，这次你跑了这么远的路，辛苦了。嗨，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王慧兄，这次你新招来的弟兄，可还算顶硬？这些人都是被共党共了产的，没了活路，早就想扯旗造反了。这是听说咱们凌云寨有实力，又跟共产党有过节，这才投靠了咱们。哎呀，咱们凌云寨能有今天，广和兄你功不可没。哎，哪里哪里。哎呀，倒是我这个大当家的惭愧呀，让牛虻盯了咱们凌云寨几口血。大当家的，我都听说了。等一有机会，咱们就下山，让那些解放军尝尝咱们凌云寨的厉害。好，就冲你这句话，咱哥俩再干一个。哼，来。道上，道上。怎么样？身上疼，心里更疼吧？田叔叔，你能给我解释的更清楚一些吗？当然，这个作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，要敢于承担胜利和失败的责任，同时呢，要有冷静的心态和清醒的头脑，因为决策就是抉择，而一旦抉择，就要义无反顾，勇往直前。我有个老战友，当年
一起参加北伐，在叶挺将军的麾下参加过贺胜桥和丁四桥的战役。抗日战争之后，他留在了国民党那边，成为了我们党一位优秀的地下情报人员。蒋介石的渡江防御计划就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传递出来的，为渡江战役的胜利立了大功。他是卧底。对，你知道什么叫卧底吗？卧底就是卧在刀尖上，就是在刀尖上跳舞的人。在相当长的一个斗争过程当中，由于工作的需要，我们的很多同志跟他的上级都是单线联系，而上级一旦发生意外，那这些同志就像沉冤跌海，永远得不到组织的认可，更不要说是鲜花和勋章了。他们的心里还要承受着痛苦和悲凉，还要承受着误会和永远无法说出的遗憾。渡江胜利之后，有一次他问我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说，现在革命胜利了，你为党已经做了很多了，你自己来定，组织上不会勉强。他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他选择了回去。是，因为当时尽管国民党的败局已定，但是中央分析，蒋介石很可能会退居到东南沿海，凭借着海南岛和台湾等地，依仗着美国人在太平洋的优势，负隅顽抗。而我们要想解放全中国，就不能没有敌人内部的情报。这就是他要回去的理由。志刚啊，你要记住，你要记住，有一种信念叫忠诚，有一种牺牲叫坚守。发电报，加急。那还要再多加6角钱。立即转移特派员，务必做好警戒工作。是。这位兄弟，身手不错，就是眼神差了点。绑起来，送审军事。嘿，快！消息挺准确，敌人果然有所行动了。参谋长，您是怎么事先知道敌人要对特派员下手的？我不是神仙，我也不会神机妙算。不过这是个秘密。这个凶手是谁啊？土改工作队贾斌。哦，只可惜线索又断了。没事儿，他的存在就是线索，沿着这条线索顺藤摸瓜。明白。真是没有想到啊！敌人的气焰这么嚣张，竟然敢跑到我们鼻子底下来抢人。
这就充分说明他们已经狗急跳墙了。可问题是，接下来他们不知道又会搞出什么花样来。你的意见呢？田部长，我是这样想的：既然敌人狗急跳墙赶到我们团部来劫走廖一，那就证明敌人对飞鸟计划的核心内容也并不掌握。既然敌在暗，我在明，那么我们不如以静制动，等着他靠过来。换句话说，在我们打猎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紧握着猎枪却找不到猎物，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应该先把自己藏起来，睁大双眼，只要静静等待一段时间，猎物自然会冒出头来。但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太被动了？万一敌人不靠近呢？哎，如果敌人不靠过来，也就说明我们不战而胜。因为距敌人实施飞鸟计划还有不到1周的时间，除非敌人想放弃这个飞鸟计划，不然他们一定会孤注一掷，冒出头来。既然敌特在暗处，那我们也很有可能防不胜防啊。那廖一鸣在我们这儿就不安全，必须立刻转移。转移？老刘，说话要负责任。在我们的团部里有重兵把守，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们都知道，移动中的目标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。在押运廖一鸣的过程中，只要出现了一个薄弱环节，都可能给敌人有机可乘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刘主任说的也应该考虑。最近啊，前来会诊的医学专家一再建议，要求把特派员转移到省立医院去，因为毕竟咱们这个地方啊，医疗条件有限啊。从昨晚发生的情况来看，敌人对我们这个地方很了解，甚至可以说是了如指掌。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是有针对性的。如果我们不主动的防备，就很难跟上敌人缜密的步骤。所以我觉得，无论是从安全的角度，还是从医学的角度，都应该将就着马上转移。可以这样说啊，目前守株待兔当然可以，但是如果不主动出击，胜算的几率很小。既然敌人已经孤注一掷了，那我们也应该破釜沉舟。司令，您找我。司令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卞策龙失手，为党国殉职。怎么会？我让他去结识特派员，您就让他一个人去的。但他们这一行，如果需要助手的话，那不是该退休了，就该死了。志刚啊，你的意见呢？如果所长布置的任务，我坚决负责。不过我有2个条件。说。第一，我要在183团成立一个秘密行动小组，由我全权负责。没问题。第二，我要求由项少军同志来配合我完成这个任务，这样我才可以有100%的把握。廖团长，除了项少军之外，咱们团就没人了吗？你的这个要求有点拉帮结派的嫌疑啊！啊，还有，项少军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犯同样一个错误，你觉得这正常吗？占地擅自杀掉俘虏，是一件多么恶劣的事情啊！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作为一名解放军的团级指挥官，他怎么能如此忽视军规军纪的存在呢？他的行为已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，必须严肃处理。有什么恶劣影响？有什么恶劣影响？不信，现在你就推开门，随便找几个战士问，项少军同志在每一次执行战斗任务的时候，是不是都冲锋在前，不顾个人安危？这样的指挥员是值得战士们尊重的，这样的指挥员是可以打胜仗的。
再有，他为什么杀战俘？你知道吗？那几个人在前几分钟还在拿着机关枪杀害我们的战士，后几分钟就跪下来求饶，向你道歉。如果换成是你，啊，你怎么办？虽然你说的是事实，但是也不能无组织无纪律啊。好了，刘准说的对，啊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这是原则问题。田部长，您布置的任务这么急，正如刚才我们分析的，敌特在我们团散布的眼线，我们根本分不清。这么短的时间，您让我去哪儿找一个我既信任又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人呢？张参谋长，你的意见呢？向政委不仅个人军事素质过硬，而且呢，指挥经验也很丰富。因此，我建议对他的审查能否暂缓一下？毕竟眼下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摧毁敌人的破坏行动。田部长，我愿意以我个人的党籍和职务向您保证，希望您能够暂时撤销对项少军同志的审查，让他来配合我完成这次任务。既是给他，也是给我一次机会，将功赎过。你们的意见我都知道了，那咱们就少数服从多数。我决定解除项少军同志的禁闭，让他参加这次行动。是。接下来，共军一定会严加防范。我想他们很快就会有所行动。其实，使用变色龙这一招，我是有心理准备的。当然，能救出特派员，这是高兴的事儿；如果救不出来，也是意料之中。其实，我只想利用变色龙这么一搅，把共军的计划搅得个乱七八糟，到时候一定会出现破绽。这样吧，杨飞虎那边你先放一放，随时准备接应，救出特派员。司令英明。今天在座的都是我们团的骨干，接下来要执行的转移敌特派员的任务非常重要。尽管昨天我们采用引蛇出洞的方法，挫败了敌人企图劫持廖一民的阴谋，消灭了贾斌，但是并不能代表我们军营里没有其他的潜伏特务。所以此次行动，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保密。我看行动就由项少军来负责吧。报告，项少军同志正在接受调查，由他带队恐怕不太合适吧？他是个老兵了，有丰富的战斗经验，我信任他。执行吧。是。出去。我问你，为什么退出行动小组？你没资格问我。我没资格，我可是你的上线。狗屁上线！叫罂粟过来见我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就是罂粟。就你，啊？成天净干些鸡鸣狗盗的事儿，你还是罂粟啊？我警告你，如果真正的罂粟不来见我，少他妈跟我谈合作！你九爷，谁让你放他进来的？啊！你兄弟！具体的行动计划，大家都清楚了吧？张台长，白教授，注意截获敌人的情报，我们能做到知己知彼，就靠二位了。谢谢团长的信任，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。哎，赵同学啊，话可不能说的太满呐。喜子，带上侦察连，要做好应对敌人一切动作的准备，把必经之路周围侦查清楚，注意隐蔽。是。老张，
我觉得我们应该再制定出1、2条备用路线来。好，晚饭后再向你汇报。行，那大家都各自准备去吧。哎，等等，我再强调一句：保密。 1保密，2保密，3保密，4保密，5保密，6保密。总而言之，啰嗦。去吧，去吧。独狼，今后就要项目任务。是。 现在能发加急电报吗？我很着急。这恐怕不行。我真的很着急啊。下不为例吧。哟，向副政委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哈，我来取个包裹，这还没到呢。哦，对了，小吕。 包裹到了，记得通知我一声啊！好嘞，行。哎，你来干嘛？啊，我给家里发一封电报。哦。哎，你这守着电台，还到这儿来发电报啊？公是公，私是私，我怎么能因为家里的事儿用军事电台呢？有组织纪律性啊！发吧。 我们一共制定了3条押送路线，具体走哪一条，在行动前由田部长和师部定。由向副政委押送廖一民走指定路线。孙喜，你这2支小分队启动其他2支作为押送敌火力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回去注意休息，养精蓄锐。散会。是。 张台长，你怎么还不走？我有话说。说吧。那我可说了。说嘛，坐下说。我觉得贾斌不是窃取有关飞鸟行动秘密文件的那个人。为什么？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个背影吗？贾斌的体型我看过，我看到那个背影显然不是他。 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。那个贾斌为什么能精准地找到目标？证明我们团里一定有人在给他做内应、通风报信。而这个做内应的人，就潜伏在我们身边。我觉得那个背影应该是个女人。张台长，你做出这样的判断有证据？ 咱们团的女兵可不多呀，那你就可以从我开始审查呀。张台长，我认为你在说气话。现在情况很复杂，对任何事情判断都要慎重，而且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不要凭着个人的好恶就对一个同志下结论，尤其又是我们并肩作战、出生入死的战友。你这样做，不但会破坏团结，而且会给革命工作带来不必要的损失。不要说了。 你说的事情我会慎重考虑，但是现在我命令你回去休息，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完成好明天的任务。我指的是你的本职工作。可是，进来。团长，一份文件，请签个字。啊。 立刻发出去。明白。
司令，这是英苏连夜送来的。我说共军怎么最近没有动静？原来在暗度陈仓啊！特派员被他们弄走了。你看看，我最近正在研究毛泽东的《论游击战》。毛泽东把《论游击战》归纳成16字真谛，就是敌驻我扰，敌退我进，提皮我打，敌退我追。现在正是风水轮流转呢。我们住进了深山老林，用毛泽东的《论游击战》来对付共产党，这叫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。现在共军是退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进。崔凯啊，通知所有人开会。是。白教授，还不休息啊？啊，今天你去邮局后，那个不明电台又发报了。你注意一下时间。都在出事前后。发报的是同一个人，发报手法也完全相同。你怀疑邮局是敌特的联络站？我去跟廖团长说一声。等，张同学，这个时候打草惊蛇，你认为合适吗？那怎么办？盯着他，看看能不能钓上大鱼。那也得说一声吧。等大鱼上钩了再说也不迟啊。这阴谋阳谋能获胜就是好谋。哟，向副政委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取个包裹。有道理。把特派员给我接回来。是。司令，您找我。崔凯啊，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明天，也就是共军转移特派员的当天，共军有一批物资要运抵省城。您的意思是吃了它？不，让杨飞虎去吃了它。杨飞虎？对呀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让杨飞虎把共军的这批物资给劫了。明天你要亲自带队潜入凌云寨，浑水摸鱼，争取找到飞行记录仪和存放炸药的地形图。如果这两样找到一样，我们的本钱就回来了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他敢拦截，那杨飞虎从今以后就跟共军结下了不可调和的梁子。到时候我们再加上一把火，杨飞虎迟早会在我的面前俯首称臣。司令英明。崔凯啊，明天一早你亲自去凌云寨。是。一定要万无一失。梁柱子，我现在应该称呼你为崔府。你居然敢单枪匹马地跑我们凌云寨，怎么着？想当虎胆英雄？大当家的，我今天是来向你请罪的。你何罪之有啊？我当时不该骗你，还得罪了圣女。姓崔的，自从你来了我们凌云寨，我们这儿就像一直有一个鬼魂，搅得我们鸡犬不宁。你这一次又有什么阴谋想陷害我凌云寨啊？大当家的英明神武，我岂有那个胆量？别人没那个胆子，可你姓崔的有。你这次又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吗？大当家的，
隋某今天是诚心诚意代表裘司令来向你致意的，并有要事相告，想必你一定会感兴趣。老子不听也罢。明天将有共军的一批重要物资从贵州运往省城，而且他们一定会经过凌云寨西边的车头村。嘿嘿嘿，姓崔的呀，这么好的一块肥肉，你居然舍得扔给我？你不会又挖了一个什么陷阱，想让我杨飞虎往里跳吧？事儿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也算是对之前的得罪表示了一点歉意。至于去还是不去，你自己掂量着办。如果凌云寨富的放不下几车共军的物资，那就算我白说。告辞。站住！你以为我们凌云寨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吗？大当家的，这小子空有一身蛮力，却没有头脑。你别把我的礼让当成是怯懦。告诉你，在军校的时候，无论是拳击散打还是日本的空手道，我都是名列前茅。不服气，你可以过来试试。让他走！退下！没想到这小子还留了一手。他刚才说的是，阿虎，咱不能去做啊。他是在山阴峰点鬼火，咱不能上他的当。我倒觉得是个机会。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，那些物资是实实在在的。就算让他们利用一把，那也值了。一来可以消消共产党的威风。二来，那些物资可以弥补咱们凌云寨的亏损。傻子才不！万万不可！阿虎啊，咱们凌云寨一向是杀富济贫，从不祸害乡里，从不取不义之财。就因为这样，共产党才对我们客客气气，彼此相安无事。当然了，前一段时间是有点不和顺。但也不是什么解不开的结，你说是不是？可是你要去抢了他们的物资，还杀了他们的人，那谁还跟你讲民族政策？咱们凌云寨是不是就走到头了？阿虎，你一定要想明白，那姓崔的小子为什么会给你出这个主意？他就是想坐山观虎斗，把咱们往死路上引。阿母，你的意思是让共产党骑在我们脑顶上拉屎撒尿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要我们这帮兄弟干嘛呀？干脆散伙得了！别吵了，阿母，这一次我决定干。飞蛾扑火，愚蠢！妇人之见，小人之见。阿母。我求你了，这一次你就别拦着我了。广和，明天你派2个弟兄们去打探一下虚实。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，我杨飞虎豁出去了。干！愚蠢！阿英，哎，阿英啊，你哥他见利忘义，竟然要去抢解放军运往省城的军用物资啊！部长阿哥跟他说没用的，他现在是立令指挥，糊涂的谁的话都听不进去。那怎么办呀？这样，阿英，你马上去找解放军，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他们，就说
有人在挑唆灵寨跟解放军的关系，让他们加强戒备，千万别再伤了和气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放心点啊！哎呦，妹妹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去哪儿你管得着吗？当家的就知道你们要坏事儿，特意让我来监视你。华哥才不会干这样的事儿。来人了，把阿母和阿英给我看好了，哪儿都不许去。是。洗衣服呢？是啊，是啊。哎，这好像是廖团长的衣服吧？是啊，那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哎呀，还是廖团长的人缘好啊，不像我，这么大岁数了，连个洗衣服的人都没有啊。那我帮你洗啊。哎，那感情好。想得美。哎，我说秦梅同志啊，这就不对了吧？这都是革命同志，得一视同仁嘛。那是对待工作。哎，对待工作，对待工作，对待工作。本报告。报告。我就知道你还没吃饭呢。哟，谢谢啊。哎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暂时还不知道，不过这次做的这么保密，不会出问题的。别这么说，还是谨慎点好啊。来，吃吧。一会儿再吃吧。先吃饭，后工作。我一会儿就吃嘛，你啊，哎，你坨啊，我吃了，哎，再吃一口。不能再吃了，我，哎呀，报告，有，哎，进，看到了。廖志刚，你这个人还真是很随便啊。随便？我怎么随便了？哼，人家跟我说吧，我还不信。说什么了？说你是吃着碗里的，想着锅里的，还惦记着篮子里的。何淑仪同志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了。什么叫吃着锅里的，想着碗里的？谁是锅里的，谁是碗里的？好啊，我今天就跟你说清楚。结婚报告，签字吧。阿英，快！你赶快表态啊！赶紧签了字，我好送给师部。何淑仪，现在任务这么重，志刚的压力又那么大，你还来打扰他，未免过分了点吧？这是我的事儿，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哎，小何，现在咱们团的任务这么重，一个接一个，危险性又大，这你是知道的。我根本没时间考虑个人问题。可是结了婚一样的可以工作啊，难道为了工作就不结婚了吗？那就等全国解放呗。全国已经解放了，可台湾还没有解放，老蒋还没有抓到呢。再说，我们还要对付那些猖獗的土匪和国民党残余的部队呢。我明白了。廖
志刚，你是不是不想跟我结婚？你说清楚，台湾不解放你就不结婚是吧？行，我倒是想找你那个国民党中将的老爹来评评理。你混蛋！你给我出去！滚！哥哥，我就知道阿母会让你去通风报信。哥哥，你再这样下去肯定不行，我们不能让凌云寨毁在你手上。放肆！我杨飞虎为了凌云寨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你最清楚。你说我毁了凌云寨，啊？我看你是被那个姓廖的灌了迷魂汤，你处处跟我作对。给我把他关到柴房去！看来我今天真得好好教育教育。 想找你那个国民党中将的老爹来评评理。
帮王八羔子占据有林地城，再这么下去，咱得吃亏。兄弟们，跑！战！打！快！有2个人在这儿警戒，其他人跟我进来。报告。志刚，我昨天……昨天其实是我不好，我的情绪急躁了些，不该跟你说那样的话，对不起啊。你别这样说，昨天是我做的不对，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我其实……进。阿英，大哥哥，你快去！我哥他们要打劫你们的运输队。通知二营，做好战斗准备。是。志刚。前面是不是吃藤村？我们已经进入连川县，再过不远就是咱们183轮的驻地。队长，这下咱们可以松口气了。给大义使荆州了，你们这群混小子，千万不能松懈。走，咱们绕路。是，动作要快。走，大家动作快，快！杨飞虎已经打劫了共军的物资，双方各有伤亡。好，太好了！杨飞虎还杨飞虎，我看你这回怎么收场？
参谋长，怎么回事？杨飞虎带人打劫了我们的军用物资。什么？这个杨飞虎也太胆大妄为了！押送军用物资是华南军区后勤部的绝密行为，他杨飞虎怎么知道的？是一个姓崔的国民党军官告诉我阿哥的。国民党军官？他如果真这么做，那就是投敌。不可能，我阿哥肯定是一时糊涂，我让他来给你们请罪。哎，你别急。报告。田部长，特派员被人劫走了。什么？另外2支队伍也遭到敌人的偷袭，损失惨重。那夏副政委呢？电报上说夏副政委受伤了，下落不明。别急，狭路相逢勇者胜。越是在这个时候，越要跟敌人比，看谁的刀锋更锐利，谁的刀锋更迅猛。报告，军分区急电，要求我部火速支援183团。什么？183团？是不是廖志刚部？正是。他不是个赫赫有名的战将吗？怎么也要我们地方部队去支援他？军区配给当地驻军的物资已被杨飞虎部所劫，因183团需执行712专案任务受阻，暂无兵力前去追剿。现命你部即刻赶往凌云寨围剿杨飞虎，夺回被劫物资。此令宜将军分区司令员赵子军。事出紧急，不等团长了，咱们立马支援。副团长，那我现在就回去回复军分区。不用了，咱们是军人，接到命令执行就是。是。参营长到。好东西啊！大当家，不好了，寨子出事了。是，我刚才带人到仓库换岗的时候，发现几个守仓库的兄弟全都死了。死了？怎么死的？查出来是谁吗？我问遍了寨子所有的人，都说没看见，也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带我去看看。广和，封锁寨子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许出去。是。转移廖一民的行动，在行动之前，整个183团就只有在座的诸位知道。而敌人为什么能够精准地打我们一个正着？为什么？这就证明了有人在把整个的行动计划通报给敌人，所以对不起，今天在座的各位无一例外，都必须接受审查。在事实没有查清之前，所有人都不许离开营区半步。哎呀，跟你们共事就是麻烦，除了坐牢就是审查呀。进。大哥哥，我要回去了。啊，你去吧。哎，等会儿。我跟你一起去。走。团长，团长，
最近接二连三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而且这些事情背后都有深厚的背景。这个时候你怎么能一个人去凌云寨呢？等等我。现在杨飞虎做了亏心的事情，已经是惊弓之鸟，一旦言语不合，就可能会干起来。现在情况复杂，最好不要和杨飞虎轻易的兵戎相见。我们还是等真相水落石出之后，向上级汇报，再做决定吧。团长，如果要去的话，那也应该是我或者是张参谋长去啊。你怎么能去呢？你看，向政委现在不知去向，你可是团里的主心骨啊。你走了，谁来主持大局啊？我去的时间又不会长。再说，你们那么多人和我一起去，会给我添麻烦的。不行，这事儿我得向师部请示。站住！我是团长，又是712专案组的组长，这本来就是我的分内之事，不要去给施首长添麻烦。我走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在我走的这段时间里，今天参加会议的所有人，让他们把在48小时之内都干过什么，和谁接触过，白纸黑字的给我写下来，而且要有证人。明白了，也包括我。对，还有我。走。高当家，按照你的吩咐，山下的据点和路口都加派了双倍的人手。好。我刚才也去看过那些死去弟兄的尸体，他们都是被一刀毙命的。从杀人的手法上来看，这个凶手的能耐非同一般。我也觉得奇怪啊，可这杀人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劫财？可是咱们山寨里没少什么东西啊。他们一定是在找那架飞机。飞机？什么飞机？哦，就是那些废铜烂铁呀。那有什么可稀罕的？找他们稀罕的东西呗。保不齐这一次又是国民党那帮特务干的。这帮人都是当面给笑脸背后放枪的主，我太知道他们。可是那些废铜烂铁，就算卖给他们，也值不了几个钱，何必要偷偷摸摸的呢？这帮兔崽子什么时候按照常规出牌啊？这一次我得好好琢磨琢磨，保不齐又是一笔卖点。大人，跑了！什么？你爹死了！山下来报，共军有一支队伍正向凌云寨赶过来，人数大约有300多，武器有重机枪和迫击炮。好，老子正有气没处撒呢，共军居然自己找上门来了。广贺兄，在，把寨子里上了年纪的，还有女人和孩子，给我藏到会战中弄去。告诉其他的弟兄们，准备好家伙，咱们跟共军好好较量较量。别让他们老把咱们当成垫脚石，想挪就挪，想踩就踩。是。司令，我们仔细查找了凌云寨摆放飞机残骸的地方，甚至还去了杨飞虎所住的房间。可是，一无所获。司令，凌云寨地形复杂，暗洞密布，如果想尽快找到飞行记录仪和放置炸药的地图，单凭属下一个人的能量，恐怕难以实成。司令，能不能请相思豆暗中相助？你脑袋进水了？啊，请保密局的人去找。如果让他们找到了飞行记录仪，我们既没面子，也会让国防部在委员长面前颜面扫地。司令息怒，属下考虑不周。司令，其实我也是替您着急。眼看飞鸟计划实施在即，可我们却连地图在哪儿都不知道。我会让杨飞虎乖乖地把飞行记录仪给我送过来。难道司令已有打算？这件事儿你就不要管了，在这儿照顾好特派员，
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是。快点！飞机炮，1点钟方向，开炮！炮口为什么对着凌云寨啊？哎呀！哎呀，你冷静点！让我怎么冷静？他们在杀我的亲人，要换你能冷静吗？给我2分钟，就2分钟，我让他们撤下来。不可能！你知道1发炮弹要死多少人吗？你睁开眼睛看看，一个人本事再大，对付得了一个营的人吗？好，我就给你2分钟。如果2分钟不行，跟他们同归于尽。周团长，让你的部队立刻停止进攻。廖团长，我们接到军分区的通知，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围剿杨飞虎，夺回被他们抢去的军用物资。军分区的命令，这不可能。如果军分区下达任何命令，都应该先通知我们。那就请您跟军分区联系。我们确实收到了电文，现在只能执行我们上级交代的任务。怎么了？这帮共军彻底疯了，他们攻势太猛了，他们还炸伤了我们好多弟兄，他们现在已经突破到外围，这下走。我现在是712专案组的组长，上面是华南军区最高首长签的命令，也就是说，华南军区所管辖的所有部队都必须配合我的行动，因此我命令你停止进攻。可是我们团长呢？我去跟他讲，别愣着，执行命令。立刻通知各连，停止攻击，马上收回。是。弟兄们，给我扔手榴弹，有多少扔多少，炸死他们！廖团长，双方交灼在了一起，根本就撤不下来。给我一个排，我养活他们撤下。出了事儿，谁负责？我负责。快，翟营长到，要个排给廖团长。不行不行，谁去都不行。子弹不长眼，我要找我哥让他们停火。哎，你说的，子弹不长眼，你去了也一样。等他们撤下来，你再回去。那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别给我添乱，行不行啊？这是命令，在这儿等我。你不去就不去，你给我喊什么呀？我喊了吗？喊了。这家伙真是根搅屎棍子，幸好我们提前行动，不然这出好戏就不好看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啊，我说廖团长果然厉害，真是名不虚传呐。把这个排分成2个组，咱们2个人各带1个组，从凌云寨两侧进攻，等战士们撤下来，你再撤。记住，不要恋战。是。大当家，拖着的火力太猛了，兄弟们快顶不住了！大家了，这共军的枪法太，谁先头谁就挨撑点儿。都是废物！我不说，
带人坚守了，我带人去前面支援一下。不能下了，不能去，这是共军在声东击西，他们一旦冲上来，咱们就会被包饺子。你就是抢了他们几身无辜，至于我死吗？你做共军打死你的鱼，老子现在就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。这边还要给我走！王老子就是土包，这点雕虫小技都看不出来。弟兄们，接上子弹！这是共军要撤了。哎，奶奶，怎么撤了？弟兄们，都盯紧一点啊！咱们走。大冬天的，不管怎么说，共军算是尝到咱的厉害了。查看一下伤亡人数，重新修整攻势，以防他们再次进攻。是，走。不过现在胜利还在他们手里，我是担心他们把胜利当做人质要挟咱们，那样的话可就麻烦了。谢谢，不用谢，我会跟你们上级交代。回去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是。通知部队，撤。是。廖哥哥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那我回去了啊。现在这个时候啊，我也不好上山去见你哥哥。这样吧，你见到他以后，把你看到的真实情况告诉他。另外，你要对他讲，他前面有一道万丈深渊，我劝他最好不要一意孤行，否则的话会万劫不复的。记住了吗？嗯，我知道了。我虽然不知道你具体想说什么，但是我知道你和你的人都是为了我们好，为了凌云寨好。我回去好好劝劝他，你放心吧。去吧。哎。此时的裘建军非常的着急，姑且不论航空飞行记录仪和炸药存放的地点没有找到，他最期盼的是国防部对他们正式认同。而廖一民复员，除了实施飞鸟计划，还要考察他的部队，这与他能否获得中将游击总队长职衔及空投物资有直接的关联。